饶命啊，将军！村夫陷害本将军，死有余辜！饶命，将军！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谁为本将军取剑？剑足深入骨髓，小人学艺未精，恐误伤将军啊！你为本将军取剑如何？小人只懂望闻问切，未曾习得此等医术啊！庸医！将军，将军，你又如何？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父亲有病在身，小女愿为替父亲拔剑。婉儿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父亲莫要担忧，女儿自有分寸。速做决定，否则全城陪葬！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饶命啊，将军！将军饶命！哪有鬼啊！我刚刚明明在实验室，莫非我进入了脑电波制造的幻境？住手！不要乱拔！让我看看，可能卡在骨头里面吧。你让我看一下。箭头卡在颧骨下面，靠近颞前动脉。你若贸然拔剑，势必引起大出血，危及生命。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先把颧骨搞断，把空间让出来，再把箭头慢慢拔出，再把颧骨复位。最后一个颞前动脉的分支可能会断了，但问题不大。你来拔？我不拔。你打120，在野外做手术违法的，要拔医院拔。我帮你打。我手机呢？少废话！你不拔，我现在就让你见血！你逼我也没有用，我又没有手术工具。你箱里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动物实验用的。小子，你敢耍我是吧？疼？这难道不是幻境？你是不怕死，还是以为我不会杀人的？你怎么可以随便杀人？婉儿，你不答应，我就再杀一个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答应不答应？好，我拔。你把刀放下。我需要工具。第一，你帮我找好长针、白布，全部用热水消毒。第二，我需要烈酒，用于消毒他的伤口和我的双手。第三，你们要高举火把，保证手术光线的充足。全部找好，我就做。你敢命令本将军做事，你找死你！按他说的做。好。
你们谁有麻药？什么是麻药？不知道麻药。没有麻药，只能用针刺麻醉代替了。昨天还开过一个。动了，麻醉深一点。可惜，小轩不在这里。那你们谁会针灸？针灸有没有针灸？针灸！啊！女儿，我自幼便随家父学医，对针灸略知一二。太好了，我知道大致的方位，但我不会针灸。我告诉你方位，你来针灸取穴。我们先麻醉，再手术。恩公放心，我自当全力相助。少时有些许疼痛，请将军忍耐片刻。无妨。柳叶刀，第一个。榔头凿子。什么？快！第二、第三个。用锤子、凿子敲击，让颧骨骨折，扩大爆破。小贼，竟敢害我大当家！我杀了你！你杀了我就没人救你大当家的了。你休要耍花招！我大哥有3长2短，我即刻杀了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哪行啊？这不得把人敲干死啊！就是啊，你看看多吓人啊！都要把人治死了，看着都怕。哇，不敢看，不敢看，哪有这样治病的？放心，我是中华医院的主治医师，这个刀我天天开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就好了，厉害呀！是啊，没想到这样能治病，神奇啊！就是啊，真没想到。伤口每3天换1次药，每次都要用烈酒消毒，7天就可以拆线。先生真是神医呀！神医呀，太神了呀！医呀，不愧是神医呀！太厉害了！鲜血薄礼，请先生务必收下。多谢恩公。多谢神医呀！多谢神医！多谢神医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大家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此如浮水，5日之后病魔必退。切记，心诚则灵。多谢仙师，多谢仙师。一点心意，请仙师务必收下。多谢仙师了，多谢仙师，多谢仙师。仙师，不好了！镇上来了个游医，不知用了什么巫术，
竟然从一个黄山军将领的颧骨里取出箭头，而且伤者全程没有喊痛。现在镇上的人们都喊他神医，那个将领临走时还赠给他一袋黄金呢。神医？哼，肯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。这些个乡民都是我的信徒，岂能受他蒙蔽？属下要不要找人把他做掉？不必了，你去放出消息，他为黄山军治疗，就是与官兵结仇，到时候自然有人帮我除掉他。啊，仙师高见，属下立刻去办。去吧。神医。婉莹，把我这些钱分给那些失去亲人的乡亲们吧。多谢神医，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呐！快快请起。多谢神医，多谢。救死扶伤本就是我皇妃的责任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谢谢，快快请起，大家都快快请起啊！婉莹姑娘，刚才袭击乡亲们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想必是黄山军了。黄山军？三国？那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吴郡的娄县。吴郡？东吴？那你们的太守是不是姓孙？正是。看样子我似乎是穿越了。如果我真的穿越了，该怎么做才能回去呢？黄大哥，这几日你可还住得习惯？这几日多亏你的照顾啊！吁！接人密报，黄山贼人在此作乱，奉命缉拿。你们抓错人了，我们不是黄山贼。你们怎么能胡乱抓人呢？有人举报你为黄山首领鱼骨治病，若非黄山贼人，为何救他？那日若非先生出手相助，那黄山贼定会杀害更多无辜百姓。先生这么做，属实是被逼无奈。空口无凭，抓回去审问一番，便知分晓。带走。等一下，那日多亏先生出手相助，先生绝非奸邪之辈，小女愿以性命担保。你俩人一唱一和的，谁知道是不是一伙的？全都给我带走！等等，鱼骨是我一个人救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哼，你小子还想英雄救美啊？阿三，姐，你咋来了？阿三，你快回去，三娘快不行了。三娘咋了？娘前几日瘫在床上，今日我为娘喝了几口粥水就吐，连叫头痛，接着就昏死了过去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请大夫了吗？父亲请了几位大夫去看，都说没救了，现在就派人去请仙师。头痛、喷射性呕吐、昏迷，像极了颅高压症状，心有瘫痪，逐渐恶化，不会是慢性硬膜下血肿吧？你娘3个月前是不是头部受过伤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医生。啊？大夫。哦，3个月前，我娘不慎跌倒，头部受过撞击，但当时还好好的，并无大碍啊。是不是伤在左侧，瘫痪在右侧？伤在右侧，瘫痪在左侧。大夫神奇，但当时并无大碍啊。头1个月也许没有症状，但从第2个月起
会逐渐出现伤者对侧的乏力、麻木、逐渐瘫痪、呕吐、头痛、无法进食、昏迷。先生说的是否属实？属实，属实！求先生救救我娘！姐，传说你知道吗？传闻黄山贼人善用妖术，姐姐莫被他们诓骗了呀！所有大夫都说咱娘救不活了，你让他看看咱娘有何妨？待我审问一番，确定他不是黄山贼再说。阿三，你等得了，咱娘等不了。不能拿娘冒险呐！阿三，我求你了，咱娘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忍心眼睁睁的看着他等死吗？黄大夫的医术高明，大家都可知晓。你娘如今病情危急，何不让她试一试呢？阿三，阿三，阿三！好。若救不活我娘，说明你刚才的装神弄鬼，罪加一等。到时我就是就地处死你，朝廷也无话可说。好，我若救得活你娘，你放了我们；若救不活，我任凭你处置。但婉莹是无辜的，你不要为难她。军中无戏言。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！儿来看你了，娘，我是阿三，娘，你醒醒啊，娘，你跟我说说话。让我来。右侧瞳孔散大，脑疝迹象，要立刻手术把血引出来，或许能救。先生要如何施救？你娘颅内血肿太大，压迫大脑导致昏迷。我现在要在你娘头上凿个洞，把血引出来，血肿解除之后就能苏醒。可惜没有 CT 扫描，我无法准确估计血肿的位置，手术风险有点大。在娘头上开洞，那不是要她的命吗？都给我住手！开颅救人，魂飞魄散。老夫行医半生，从未见过这样的荒谬言论。先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这个人什么来头啊？这位便是庞先师，据说他的符水能救人，在此地颇有名望。要是符水能救人，还有我们这些人干嘛？黄口小儿，出自何门何派？医术从何而来啊？说了你也不懂。你，哼！害人颅骨，乃摄人魂魄的邪术。我看，8成就是黄山的同党，他想以此法谋财害命。你，先生此言差矣，我曾亲眼目睹先生敲开一患者颧骨，取出箭头缝合伤口，保全了那人性命。一派胡言！这2个黄山余孽妖言惑众，扰乱厅堂。阿三，还不将他们速速拿下！等等，把我们拿下，你有办法救他吗？此人病情危重，就是神仙下凡，也无力回天。我倒是救过不少这样的病人，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治好，但大多数能醒来。空口无凭啊！你若是有真本事，何不当众展示一下？莫非你是怕我当众拆穿你的骗术？阿三，娘的病不能再拖了。当真能救我娘？并无十足把握，但是我会尽力。好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若救不了我娘，我便将你碎尸万段。好，但是这个老头得先出去，你免得污染手术。
将军，现在照我说的做：第一，把你娘的头发剃光；第二，派人回镇上取回我的手术器械箱。好，立刻安排。哼，黄口小儿，竟敢妄言开颅救人！待会儿我看你怎么收场！压好，来。止血。止针剂。拿个凿子。锤子，屋内光线太暗，你们几个高举蜡烛围成一圈，给我照明。另外派一些人上房揭瓦，把阳光也照进来。快去！是。没有 CT 扫描，只能凭借经验大致判断区块的位置，在最有可能的地方打洞。希望过往医学经验能给我带来好运吧。这颜色对了，下面应该就是血。找到了。对我娘做了什么？娘！王王小儿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太好了，有救了！风筝，黄大哥，刚才喷出的血是怎么回事？刚才的输血说明我们找到了正确的位置，血液流出来，他娘的病就好了。我是中华医院的主治医师，这个刀我天天开。还让你受苦了，娘。儿不想让你受苦了，娘。多谢活菩萨救命之恩。快请起，快请起。术后还需调养3日，还需运用晚辈的调养之方，若无异常，才是真正的渡过难关。老夫人的调养康复便交给我吧，先服用3日止血之方，再进以补气养血之药。若夜晚出现心神不宁之状，可用白芷和酸枣仁缓解。术后调养还得靠传统医学。老夫人果然无恙，老夫人果然无恙，老夫人果然无恙啊！阿三，老夫人昏迷不醒，乃是邪祟入侵之症啊！方才又遭人开颅取灵，实属凶险呐！老夫思量再三，运用神符之力，终于将邪祟赶出了体外。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哼！老夫人虽然已醒，但是开颅之事仍是不详。为免邪祟再次入侵，还需每日饮用符水，切记切记呀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一派胡言！先师，多谢先师施展神通，关照母亲，阿三感激不尽。先师，
母亲大病初愈，还需调养。这样，您先回去，改日阿三登门拜谢，请您喝上一壶好酒。切记，饮用符水。多谢2位神医救母之恩，阿三过之难忘。黄大哥，今日天气寒凉，我做了一碗姜汤，你快趁热喝了吧，暖暖身子。好。谢谢你，婉莹。黄大哥，您医术如此非凡，敢问师从何处啊？其实我来自于未来，我不属于这里。未来？那是何地啊？未来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时间的概念。我来自2000年以后，就像你从这里出发，穿越到了大禹治水的时代。哇，那未来是怎样一番景象？未来医学有很大的发展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CT 机器去看清楚一个人的血管、骨骼还有神经，就像给医生上了透视眼一样。那岂不是如同仙人一般？那莫非大哥你很快便要离去了？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这里。我本来是做脑机接口实验的，不知道怎么就穿越到了这里。本来觉得未来也没什么好的，大家卷得死去活来，现在想想，还不如回去上班。莫非思乡之情令大哥烦忧？大哥，我与你初见之时，恰逢9星连珠奇景，或许在下一次天现异象之时，便是您可返回未来的契机啊！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听算命先生曾言，近日天象频动，不久后便可重现异象。那日，大哥先是救了我，后是救了李将军的娘亲，或许大哥至此乃是天意所归。啊，我们这里恰有2位医术高明的神医，若是大哥能与其相遇共研医术，岂不是能造福万千苍生？神医？难道你说的是华佗、张仲景？正是。大哥，我们何不一起寻访名医，治病救人，以待时机，岂不快哉？婉莹言之有理，没准这就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如果真能寻访到名医，这正是我们精进医术的好机会啊！谢谢你，婉莹。恕在下无能。如何？连董神医都束手无策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老爷，这也是我们请的第8位大夫了。继续讲。是。你是说乔家二小姐突然容颜枯槁，头发花白，把自己关在屋内不吃不喝？如仙师所言，乔家已经遍请朝内名师，却都束手无策。眼看着与邹大将军的婚期将至，可把我们乔宫给急坏了呀！恳请仙师大发慈悲，前去救治啊！哎呀，
老夫近日身体欠佳，恐难胜任呐。不过我倒有个人选，此人医术超群，大有妙手回春之神通啊！请先师明示。此人姓黄，单名一个飞字。多谢先师。不过此人现在何处啊？请。师傅，你为何推荐那小子？弟子实在不解。你可知，乔家已经请了数名名医，皆都是有去无回呀！竟有此等怪事，莫非他们全都被……为师故意夸大皇妃的医术，为的就是让她踏入这个死门。娘，儿啊，黄大夫人呢？黄大夫走了。走了。哎，这老身这命，皆为他所救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不好好供着，就让人家走了。娘，没有娘，非孩儿赶他，他是有大功德之人，他想游历四方，行医济世。娘错怪你了。没有娘。儿啊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？娘不必担忧，孩儿啊，准备效仿皇兄，行正道，成就一番伟业。好，好啊！娘，想不到楼下的街道这么繁华。那是自然。这多少钱一把？来看一看。清运堂医馆。对，那进去看看呗。走吧。好。哎，哟，这个药材种类繁多，而且保存极为妥当。想不到三国时代，中医竟如此发达。别捣药了，关店！本医馆今日不营业，烦请二位另寻他处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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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休要拖延，药箱东西关好门。两位先生，何故如此匆忙啊？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乔公家的二女儿生了怪病，便请全城医师。多嘴的笨货，快走！姓乔，又是二小姐，莫非是铜雀春深锁二乔的那个小乔？黄先生，乔公有请。这樵夫也太气派了。醉里魂客消，春风大小乔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东风不与周郎便。
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这些人是谁？为何如此对待他们？我看，他们肯定就是给这家主人看病的医生。二位，来。吾乃吴郡邹离，久闻二位先生医术超群，妙手回春，今日冒昧相请，实乃情势所迫。两位先生，实不相瞒，将军近日身染危急，寝食难安。然北方敌寇虎狼之师窥伺在后，我军正值紧要关头，不敢有丝毫疏漏，故借为乔公之女看病之名，将二位请进。希望二位能够施展医术救治将军，吴郡上下必当铭记大恩。但若二位医术不精，那就别怪我们。饶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！饶命啊，官爷！师傅，正如您所料，那黄飞一伙未至乔府，却转头至邹大将军府去了。乔公声称为女儿求医，实则是障眼法。真正需要诊病的是邹大将军。敢问二位先生师从何门何派，竟修得如此精妙的医术？大将军，我二人是看祖上的医术自学的，承蒙祖宗庇佑，侥幸救了几个人。哦，原来是出自医学世家，不知道先生祖籍何处？祖籍华亭，不知名的小地方。记得上海以前就叫华亭，不知三国有没有这个称呼？华亭，我有所耳闻，不知先生府上所传医书是出自哪位名家所著啊？哦，回大将军的话，乃是华佗华神医所著。华神医的，失敬失敬。难道华亭也有一位华神医？难道他认识华佗？糟了，都快穿帮了吗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大将军染疾，此乃军中头等大事。倘若病情泄露，北方敌军就会乘虚而入，则江东危矣。正因如此，才假借乔公女儿染病之名，引人前去医治。只是那些前去诊病的大夫，皆如羊入虎口，有去无回。王妃呀，王妃，看你此番能往哪里逃？北方敌寇来犯，夙夜忧思，加之昨日练兵操劳。将军，我们医术浅薄，我们可先看将军的病症，再商量对策。王大哥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将军治好。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生死，还关系到门外那些医生的安危。今日得先生相助，实乃我之幸事。将军能够躺下，容我等诊视。将军，麻烦把脚屈一下。将军放松。疼吗？
将军是否日常饮食不规律，不能保证1日3餐？回先生，大将军因政务繁忙，常忘却饮食，1日3餐难以保证。有时接待宾客，便以酒代食。那将军是否日常焦虑愤懑？是的，有时焦虑愤懑，便索性不食。那将军是否常排黑便？先生何以知悉？年轻人饮食不规律，喜欢饮酒和吃刺激性的食物，容易得消化道溃疡。最近北方战事吃紧，将军溃疡出血，所以引起腹痛和呕血。从将军常排黑便的症状来看，将军的溃疡由来已久，而这一次只是进入急性发作的阶段而已。将军，没事吧？将军，血还没有止住，可是这里不能用内镜止血，只能用肾上腺素加冰盐水。可是我的手术器械箱里只有肾上腺素，要是有胃管就好了。胃管是何物？它是一个细长的柔软的管子，我们可以用它从患者的鼻子插入他的胃里，把他的积血抽出来，并且用止血药从胃管里打进去，帮他止血。婉仪，你帮我想想，这附近有没有类似的替代物？它既柔软，又有一定的韧性，还不会被胃液消化掉。既柔软又有韧性，还不能被胃液给消化。牛皮如何？牛皮好像真还可以。将军，请过目。此为何物？将军，时间紧迫，我要设计胃管，从你的鼻孔插入，打入药物，止住腹中出血。将军，可信得过我？荒谬至极！江湖术士之技，安敢用于将军金贵之体？我观此二人定是曹贼奸细，意图谋害将军，请将军即刻将此二人下狱，严刑拷问。将军，还请您相信我们二人的医术。邹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！乔公特意派人调查过二位先生医术超群，绝非寻常术士。将军之急不能再拖了。时间紧迫，为了您的身体着想，请将军快定夺。跪下！尔等皆为我东吴名医，今日何人能为将军止血，您必有重赏。笑尔等何用？全部压下去，听候发落。饶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汝来为将军医治，若有半点差池，定将入军法处置。对，将他立军令状，以表诚心。立军令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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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等休得无礼！我已征战沙场多年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今日以性命相赌，还请先生放手施治。生死由命，倘若真有不测，亦是我之结术使然，与先生无干。尔等切记，不得对二位先生有分毫无礼之举，违者严惩不贷。将军言重了，皇妃必将竭尽全力为将军医治。时间紧迫，请邹将军帮我办2件事：其一，派能工巧匠按照我的图谱设计胃管，越快越好；其二，另派一队人马收集冰和盐，越快越好。好，答应。东吴上下需全力配合二位先生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要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，你这个是要这么长的，刚好到这个节。对，这样锯，不能这样斜着锯。反正我要一个圆筒的这种锯。
师傅，你要按照这个图形。幸好箱子里还有肾上腺素。黄大哥，所有的东西都备齐了。好，王英，帮我配置冰盐水，用于止血。好。大将军，现在我要从你的鼻孔里插入胃管，用于抽出腹中积血，并且打入冰盐水止血。在我插胃管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配合我，一定要不断做吞咽动作，否则如果这个胃管插入你的肺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先生，请放心医治，我定当全力配合。谢将军。慢慢的吞，很好，慢慢的吞，对，很好，慢慢的吞，啊，吞，吞，吞。王英，过来帮我。嗯，好。我们要现在确认将军腹中胃管的位置，向他打入气体。你先抽2成气。我说你打，打。位置对了，给我。将军，现在要将你腹中的积血抽出来，你忍耐片刻。欢迎。帮我配冰盐水。好。将军，现在向你腹中打入冰盐水，用于止血。你忍耐一下，会有冰冰凉的感觉。将军是否好些？腹内疼痛逐渐缓解，先生。这是什么气呀？将军忍耐片刻，将其抽出。血基本止住，但还不够。婉莹，你是否有止血的针法？帮将军止血。哦，会，我也学过一些止血之术。太好了，你来针刺止血，我继续打冰盐水。血基本上止住了，可以起针了。好。将军，您腹中积血已除，手术很顺利。感谢2位神医救我东吴，邹某向2位赔罪了。感谢2位神医救我东吴。邹将军，诸位将士，不必多礼。邹大将军，近日你还需注意情绪的调整，情绪的大起大落将会引起胃部出血的旧疾复发，若出血凶险，性命堪忧。这几日还需药师调养，切不可吃辛辣油腻之物，也不可饮酒。另外，我开了调养之方，将军只需按此方子调养，少则半年，多则1年，便可痊愈了。我谨遵医嘱。
小姐，里面传来佳音，大将军已为您寻的2位神医，马上就帮您救治。神医何许人也？竟得邹郎赏识。奴婢听闻神医有2人，一个叫黄飞，一个叫婉莹，皆医术精湛，相互配合，可医世间百病。果然如此。但是经婉妹的调养之方，将军身体康健，病情已无大碍了。2位神医救命之恩，我当永生难忘。不知2位日后有何打算？我和婉妹准备拜访名医张仲景，以求精进医术。张医生之名，我已有所耳闻，然其踪迹难觅。2位何不留于吴地开设医馆，悬壶济世，待名声远播之时，张医生自会寻来。将军言之有理，只是将管所需之资，我愿鼎力相助，以报神医之恩。那便多谢将军厚爱。先生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我有一位挚友身患顽疾，遍访天下名医无果，还望先生可以一步为其诊治，我将不胜感激呀。挚友？莫非他说的是乔家二小姐？将军放心，我等必将竭尽全力为将军的挚友诊治。我猜将军所说的挚友，一定是乔家二小姐。那此女为何许人也？婉妹，你是否担心我们老是给这些神秘贵客看病，会有麻烦？我的确有此意。黄大哥，你是否还记得那日你为将军施卫管制术时，一将军横加阻挠，并召来了医者10余人？当然记得。那些医者即便是将军病已痊愈，却仍被扣留在府中，恐怕是因为将军的病情乃是军中机密，一旦泄露，后果重大呀。黄大哥，你所说之未来，那时为人诊病还需这样战战兢兢吗？我们那个时代啊，也有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但有一点和你们是一样的。什么？就只要是被治好的时候，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，都很开心啊。马车到了，黄大哥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婉妹，稍等我片刻。先生何事如此匆忙啊？将军，我有一事相求。那些因救治你而被关押的医师，他们的家人一定万分想念。如今您贵体康复，能否宽宏大量，将他们都放了，与家人团聚？速去传令，释放医者，此银两一作不偿。是。如此，多谢将军。先生医术高明，又心怀慈悲，我所引荐之挚友，必将如我一样对先生刮目相看呐。黄飞定不负将军所托。站住！我等是受将军所托来府上看病的。受谁所托也得送上。好家伙，这架势把这当机场安检了。箱中所藏何物？
一些寻常的手术器械。打开！你们这会弄坏的，这里边易碎。住手！大将军，二位先生乃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尔等当以礼相待，不得无礼。是。二位先生，请随我来。这又是男的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郡公，邹将军，这二位就是你认识的神医啊？正是二位。郡公，老大的老大。孤近2日小便不通，腹痛难忍。我昔日病笃，幸蒙二位妙手回春，得以脱险。今郡公身体抱恙，北方敌寇觊觎我江东已久，郡公之安康，关乎江东100万生灵之安危，故特来相请，还请二位不辞辛苦，施以援手，解郡公之忧，报东吴之安，吾将不胜感激。将军快请起，请允许我帮郡公查体。请。郡公请躺下。郡公放松。这小腹的硬度，明显是尿液积蓄过多所致。若不及时疏导，膀胱出血就危险了。可惜没有导尿管，请将军速派人去找许多盆活葱来，各种尺寸大小都要。哦，另外再找些植物油。好，这就依先生之言，速去筹备。黄大哥，黄大哥，葱花还能助人排尿？不是，我是用葱插进红军公尿道里，把尿液导出来就好了。啊，那葱管纤细，而郡公身形看起来……所以我要了各种各样的尺寸，总有一管适合他。将军，实不相瞒，目前药物之力已无法解决您的困境。我准备用葱管插入到您的尿道之中，将尿液引流出来，以解您的燃眉之急。这会不会伤及郡公？无妨，先生尽管放心大胆施治。是，郡公。保佑保佑！还好，差距不大。郡公，待会儿可能会有点痛，你忍一忍，我很快的。昔日疆场之上，故身经百战，伤痕遍体，此等为养，何足挂怀？来。糟，卡住了，应该是第2个生命弯曲到了，不要紧，再提起来一点。好镇静。
佩服。应该进入膀胱了。有劳先生了，苦总感舒畅了许多。还得控制尿速，尿速太快也不行，尿速太快会导致出血。万幸，看来此番救治颇为顺利。哎呀，故今日能得神医相助，实乃江东之福啊！军公，您房事过多，加之久坐不动，导致前列腺充血肥大，排尿受阻。待会儿我会教您前列腺按摩以及坐浴的方法。军公，您日后一定要节制房事，不要久坐不动，可保不再复发。姑记下了，定会遵从医嘱。两位神医妙手回春，解除姑之病痛，功不可没。姑决定了，封二位为吴国神医，赏金银1000两。谢郡公。此匕首乃干将莫邪传人亲手打造，锋利无匹，故赠与二位神医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多谢军公。军公，不知这位传人是否尚在人世？若能请他出山，助我们打造外科手术器械，定能造福更多百姓。神医心怀天下，这要姑怎能不允？终于解脱了。二位先生，请留步。将军所为何事啊？二位先生，吾尚有一事相求。我有一故人身患奇疾，久治不愈，还请二位一步为其诊治。咋还没完没了啊？这又是给你个糙老爷们治病啊！不见，谁都想让我见啊！让他们回去吧。这声音，难道是……小女近日屡犯心慌，心绪不宁，不想见客，还望二位神医多多见谅。连人都不给看，难怪病迟迟看不好。小妹愿替兄长与小姐看诊，兄长在一旁指点，未知可否啊？乔公，方才听你讲述，我等对小姐的病情也有些许的猜想。我们认为小姐的病是有可能看得好的。真的吗？哦，快速请二小姐。小姐，可否将这斗篷摘下，容我等为其诊视？莫姐，心悸复发，该如何是好？再看看，心悸也，心律不齐，其脉象有短暂停歇，思为结脉，应该是发早搏。你看看心率快不快？如果不快的话，应该是室性的。大夫救我！神医，救救我女儿！别慌，把手给我。按摩正中神经可有奇效。小姐，可有好心？先生，真乃神医，吾等感谢。
多谢二位神医救治小女。还请看一眼小姐容颜，以便进一步诊视。我等自当竭力为小姐诊视。这就是乔家二小姐吗？这也太……手上皮肤如长有鳞片般粗糙，大量皮屑脱落，眼结膜白，贫血吗？瞳孔好的，淋巴结未及肿大。请问小姐平日发心慌的时候，是否会自行缓解？有时专注刺绣，竟会忘却心慌；有时则惶恐难安。那小姐平日是否不喜出门，好晒太阳？小姐拒晒，外出皆披斗篷，这半年更是深居简出。那小姐平时的饮食如何？素食为主。小姐最喜饮茶，近来因病进食甚少。那小姐平日可爱喝牛奶？牛奶？对。牛奶吗？这能喝吗？这个时代还没有人把牛奶当作饮品，牛奶只是作为医店里药材之一。如果小姐平时喜欢饮茶的话，我倒有一种茶，对小姐缓解病症会有奇效。先生所说是何种茶叶？珍珠奶茶。这个叫什么？啊，这个叫毛巾钱，是手术中用来夹毛巾的。顺子，我就剩2张喽。我有顺子。你有啊？戳！快戳快戳！等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有吗？那好吧，要不钱你出吧。要不起啊？你要？好了。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赢了！来！奖励一根香蕉。来，太棒啦！再来一件。那必然是我呀！我比就差了1张牌啊！徐雪，你这个脸真是绝色啊！就是啊，简直是仙女下凡。以后可莫要再戴什么斗笠了。真的吗？那是自然。为我们见到许许的阵容干一杯吧！敬你啦！多谢二位。来碰一下。等你莞尔一笑，我乐逍遥，心里欢喜。
戏却很傲娇，贴着你嘴角往上翘，生活自有千百种纷扰，而此刻的你尽情笑，管他水飘飘还是路遥遥，时光与我都在陪你老。大哥，乔小姐患的究竟是何种病？为何茶饮对她会有奇效啊？她患的叫色氨酸缺乏综合症。色氨酸？乔小姐其实不是心病，而是脑病，在现代呀叫焦虑症。所谓的心悸，疾病在脑，主要在脑中缺乏一种叫血清素的物质，它的原料就叫色氨酸。我们其实就是用牛奶中的色氨酸，再加上阳光的照射，补充它大脑的血清素，让它缓解症状。原来如此啊，真是万物皆可入药啊！奶奶！算了，一场瘟疫悄然降临，为江东百姓蒙上一层死亡的阴影。来人！快点，把他架进来！快！多谢各位，大家里面请。进去看看。真是世事难料啊！以我的收入，要想在上海市中心购置1线江景豪宅，简直想都不敢想啊！先生，里面已经准备妥当了。有劳两位了。先生不必多礼，今日多亏您在将军面前仗义直言，我等方能重获自由，此等恩情，莫世难忘。黄神医医术高超，宅心仁厚，我等愿追随左右，共研医术，以解天下苍生之疾苦啊！感谢。那我们先去招呼着。有劳。黄神医，乔公，老夫听闻你医馆今日开张，特来祝贺，略备薄礼，望神医笑纳。乔公厚爱，黄某愧不敢当啊！多谢乔公。里面请。多谢乔公，里面请。皇兄，晚辈。哎呀，哟，李兄，今日医馆开业，大吉大利啊！恭喜！李将军，听闻军中事务繁忙，身体可还安好？一切安好，多谢晚妹和皇兄挂念呀！太好了，咱们里面聊。走。好久不见，太想你了。皇兄，你这个医馆好大呀！我都想把我娘接到你这儿来住了。那你就要把这一壶喝掉。好。别。皇兄，皇妃一辈子牛马，想不到在这里实现了财富自由，就像小鸟一样自由。等我有钱了，我就买一辆路虎。路虎啊！我看以后我出门，谁敢瞧不起我？皇兄，牛马我知道，这路虎为何物啊？听着似是一种很尊贵的坐骑。黄大哥，
尊贵的坐骑。我知道了，婉妹，干！李将军，这俩人莫不是都喝多了？陆虎，坐骑。黄大哥，吾等有礼物相赠，还请先把眼睛闭上。礼物？好吧。黄大哥，请看。哎，为什么会有马呢？今日虽无路虎可赠，却有名马可送。皇兄，你看，路虎。国朝律法，马匹需主人赐名，我就替皇兄写了这2字。昨夜听大哥游念路虎，今我等送此马以表心意，还望大哥好好珍惜，此乃李猛大将军千辛万苦寻得的。李兄、婉莹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我们3人一起骑着路虎去郊游如何？好啊，甚好。好。皇兄婉妹，狂风四起，大雨将至，我等速速寻找避雨之处啊！是啊，中华医院那天也是这般的电闪雷鸣，我该不是可以回去了吧？皇兄，抓紧缰绳，加紧马腹，撤！玉，路虎怎么在这儿？黄大哥人呢？那边有一座庙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这什么地方？诸位为何在此啊？此地乃祭祀庙，吾等感染重病，被送之于此，以待天命。祭祀庙，祭祀窑，村中老者一旦病重，若无亲无故或家境贫寒无钱医治，就会被送到这里，听天由命。若得仙家庇护，或可多活10日；若不然，可这连吃的都没有，还不是死路一条？人们常说生来平等，这吃的……黄大哥，誓言。皇兄，文妹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，不如我们先回医馆，再做打算。是啊。李兄，婉妹，我想把那些老人都接回到我们医馆。作为医生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好啊。慢点。来，我看看。啊，用这一包。谢谢。张嘴。
先出去。怎么了？患者呼吸急促，双肺听诊大量失罗音，这是肺炎的典型表现。再加上最近本地出现多个类似相同的病例，高度怀疑传染性肺炎，就是你们所说的瘟疫。这瘟疫？肺炎虽然具有传染性，但只要我们防护得当，是不会传染的。接下来我会带领大家做好防护工作，请大家放心。此间老者年事已高，纵然救回，又能怎样？官府对此疫症毫无办法，稍有不慎，恐有大祸呀！是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神医，求神医大发慈悲，救我儿一命！快请起，快请起！别着急，我来看看。孩子发烧几日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已有2日，喉中有痰，却咳不出来。这痰是不是很黏？是。庸医，谁允许你将祭祀庙中的病患接来？速速将人带走，免得惹来瘟疫，害了乡民！速速带走！听我解释，这些老人是可以治好的。我们身为医者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休要狡辩！你妄自将人带回医馆，置我们乡民生死于不顾，你枉为医者！无需多费口舌，把这砸了，以绝后患！砸了！兄弟，给我砸了！你们干什么？你这妇人，若非这庸医惹来瘟神，你孩子怎会染上这等恶疾？现在去仙医那里，你孩子还有的救。就是。又是庞左，这个人的话不可信啊！我今天才把老人接过来，而这个孩子发烧已有2日，怎么可能是他们传染？这说明我们村里已经有传染源。如果我们不能把病人找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治好，瘟疫就会扩散，到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染病啊！钱大人驾到！对了，此人正是本县县令，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，我等可不容小觑啊！广飞，你竟敢擅自收治病患，致使疫情空前的猖獗！来人，立即驱散病患，查封医馆，还有他带过去一并问罪。黄大夫医者仁心，何罪之有？这个小孩病情较重，如不治疗，会有生命危险啊！带走！住手！钱大人，李县尉，你这是何意？莫非想阻挠我秉公执法不成吗？哪里，钱大人言重了。李某一介武夫，岂敢造次？哪里，只是这医馆乃大将军亲命所建。黄先生确实医术高超，昔日更是对郡公和邹大将军有救命之恩。我担心，如果今天钱大人听信了谗言，抓错了人，将来上面怪罪下来，钱大人不好交代。放开！患者肺部大量浓痰咳不出来，要立刻做气管切开，把痰吸出来，方能有救啊！割开气管，此言何意？就是割开患者的喉部，把痰液吸出来。一派胡言！割喉岂非杀人之举？你个妖人，分明想取人性命！就是啊！住口！钱大人和本将军在此，休得放肆！诸位乡亲，此举虽看似凶险，实则是救人之法呀。黄大夫曾为将军之母，识开颅之术，他医术高明，未尝有失，还请乡亲们相信我们。诸位乡亲，请听我说。我黄飞对天起誓，如心存半点歹意，必遭天谴。
不得好死！请大家相信我，让我救救这个孩子吧！各位听我说，黄大夫是我们这儿的名医，救人无数，岂能如此发誓，一定不会害大家性命的，请大家相信我们。是啊，我追随黄大夫学医数月，深知此法为救命之举，请大家相信黄大夫。恳请大人开恩，容黄大夫施救。皇妃，你的医术确实高明，然今日之举未必合乎律法。我念百姓之苦啊，给你一炷香的机会，希望你驱除病患，自行封闭医馆，只许进，不许出。如有违规者，严惩不贷。在下家中小儿病重，需即刻归家照料，望黄大夫体谅。别走啊，大哥！皇兄，家母近日身体抱恙，床上也需要人照料，恕在下先行告退。刘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刘大哥，刘大哥！李兄，你也先回去吧，以免连累你的军中兄弟。皇兄，婉妹，你们二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这里有婉妹在，你放心。好，尔等留下，听候黄先生差遣，如有要事，速来禀报。是。皇兄，那我先回军中处理事务，如有事情，速来禀报。弟子林志，愿誓死追随黄大夫。快行起，立刻把病人转入手术室，我们马上抢救。我们要争分夺秒抢救病人的生命。林志，你去照顾其他的患者，这里我和婉大夫。是，师傅。给我柳叶刀。一定要成功啊！看出来了。来，气管套，基本上可以了。这病人脉搏停了。别慌，我来做心肺复苏，你来给他憋啤酒。好。听着气。患者心跳回来了，孩子救回来了。太好了。下面啊，我想向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防疫知识，希望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首先啊，我们一定要确保个人的卫生，所有的碗筷要定期消毒。那其次啊，我们要做好感染性垃圾和干湿垃圾的分类，防止病菌的传播。这第三啊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会教大家佩戴和制作口罩，因为这可以大大降低呼吸道疾病的传播率。来，大家可以把口罩拿在手上，你看我们口罩的中间是一个罩住口鼻的地方。婉莹啊，你得安排人多做些猪膀胱的皮球。患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，我们得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好。黄大哥，你是为何事烦忧？莫不是我等工作有些疲劳啊？不是，我们只做了后半段，却忘了前半段。肺炎是一种传染性疾病。所有的物品和人必须全部加热煮沸才可以。可是对于不能煮沸的人的身体和物品来说，
得用酒精消毒才行。要是有75%的酒精就好了。75%的酒精，那是何意啊？就是比烈酒还要烈得多的酒。可是本地都产以淡酒，只有少数的官宦之家，可能还藏有少许烈酒。婉莹，我们既然能造出味管，就一定能够自己提纯酒精。时代没有的，我们自己造。黄大哥，这是何物啊？这叫天锅蒸馏法。你看，这是地锅，这是天锅。酒精的沸点是78度，水的沸点是100度，所以如果我们加热酒的话，酒精会先蒸发。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提纯酒精。这个我知道，你教过我。那我们多蒸馏几次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对，只要我们反复蒸馏，一定能得到纯度很高的酒精。可是75%的酒精应该怎么蒸馏呢？此事易耳，取3杯浓度较高的酒精，配1杯蒸馏水，便可得到75%的酒精啦。对，还是婉妹聪慧过人。哪有，分明是黄大哥聪慧过人。哎，我就是混个高中物理嘛。不过，医馆内的粮食只够3日之需，酿酒所需挺难筹措的。黄大夫可在？去看看。末将奉李县尉之命，特来送上物资。二位有何需求？末将定当竭力相助。黄大夫，黄大夫，黄大夫，黄大夫的善心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等虽愚钝，却也知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我等愿与黄大夫共度难关，以赎先前之过。共度难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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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度难关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乡亲们，大家把东西送进去吧。请，里面请。下面这个是地锅，上面这个是天锅。地锅我们是装酒的，天锅是装水的，一定要装冷水。下面这个是烧火的地方，烧火加热这个酒啊，酒精会先蒸发，水会后蒸发。这酒精向上升的时候，遇到了这个天锅的锅底，就又变成那个液体的酒精。你看看咱们做这个，跟他说的差不多哈。滴了！我们成功了！真的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看出来了。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了？你小子还睡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火了？咋了？你那篇脑机接口论文不仅上了顶级刊物，还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热议。你现在是咱们院的名人了。黄医生，恭喜你！恭喜你啊，黄医生！
怎么这么烫？灵芝，灵芝，黄大哥，黄大哥，黄大哥，救救我，黄大哥！教主，我任凭你处置，但婉莹是无辜的，你不要为难她。我该不是可以回去了吧？黄大哥！奇怪，为什么会流泪？甚好。师傅醒了。黄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傻丫头，别哭了。你们都出去吧，万一感染了，就麻烦了。师傅。是。黄大哥，我留下来照顾你。婉莹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领大家看病，你千万不能倒下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保重自己的身体。我答应你，走吧。来，您可好些了，应该开药到病除了。婉妹，黄大哥，
黄大哥，可曾安眠？婉妹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啊？我实在放心不下，便过来看一眼。大哥，你的情况如何？我怕是等不到9星连珠那一天了。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9星连珠的奇异迹象。那日本就是我为了留下黄大哥，故意编出的谎言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能来趟三国，和婉妹并肩作战，救了这么多病患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只不过还有这么多的病人没看完，真遗憾。长沙太守张仲景特来拜访。张医生，黄大哥有救了！太守大人，黄大哥高热不退，已历数日，我等竭尽全力医治，却丝毫不见好转，还望太守大人指点迷津，救救黄大夫呀！张某根据脉象判断，他应该是偶感风寒导致邪火入侵，再加上患者体质虚弱，导致肺气不宣、气血瘀滞所致。如果二位大夫信任我的话，那张某愿意开出一方，以观其效。那便有劳太守大人了。不必客气。多谢太守。好了好了，你就不必多礼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好休息。好了，我去那边开方子。这边请。婉莹，这段时间谢谢你。黄大哥，严重了。敢问两位大夫，此物有何用啊？回太守，此乃胃管。若患者昏迷不醒，无法进食，我们可借助此管，将药物和食物打入患者的腹中。哎呀，真的是妙哉妙哉呀！可以顺利的将谷物精华打入患者的体内，真的是神妙啊！
那此物有何用啊？回太守，此乃7成5的酒精，对于那些无法煮沸消毒的物品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可以用酒精擦拭，便可有效杀菌。原来如此啊！哎呀，黄大夫，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来没见过如此神妙的医术。今日还请黄大夫收老夫为徒，向黄大夫学习这神妙的医术啊，不知可否啊？不敢不敢，晚辈何德何能？应该晚辈向长辈请教才是。哎呀，太守大人，黄大哥，你们2位皆医术高超，何不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啊？啊，婉姑娘此言有理啊！真是神了！张医生所开的抗药方啊，虽然不是抗生素，比抗生素的效果还要好。张医生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是啊，中医的4大经典，张医生啊，一个人就占了2部，分别叫《伤寒论》还有《金匮要略》。他一生的心血，所以称为医圣。他这2本书本来的名字叫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后虽散佚啊，幸得王叔和整理，流传至今。想不到黄大哥对中医还有如此深厚的研究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大学本科的时候，中医学可是拿 A 的。当时我老师就和我说，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治疗一定是中西医结合治疗，传统医学、现代医学一定要优势互补。不知道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原书成书了没有啊？如果成书了，真想进来看看。在张医生的帮助下，黄飞与婉莹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，有效遏制住了疫情蔓延，百姓生活重归往日安宁。2位神医，不畏时疫是力挽狂澜。将军闻知此讯，特叫本官前来邀请2位到将军府一叙。那真是有劳钱大人了。哎，哪里，也不知钱大人公务如此繁忙，今日怎么如此空闲啊？哎呦，您见笑了，本官昔日是有眼不识泰山呐，多有得罪，请2位神医海涵。请。 2位神医立刻实意，保全我江东百姓，实乃天大之功。今赐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，以表吾之谢意。多谢将军厚爱。禀报将军，庞左那贼子煽动乡民，破坏抗议大计，已畏罪潜逃。传令下去，遍寻庞左踪迹，一旦破获，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。是。将军保重身体，切莫过度劳神啊！先生之言，我自当铭记。然北方敌寇大军压境，我身为3军统帅，心急如焚，实难安坐。将军无忧。 良有一计，可令那曹贼100万雄兵，顷刻间化为齑粉。将军可派张赵2位将军埋伏在山道的左右侧，可将北方敌寇分而击之。看他的样子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卧龙先生？随着卧龙先生的到来，黄飞很快意识到，一场关乎江东生死存亡的惨烈大战正缓缓揭开帷幕。